十几分钟后，曾小雅在林健说的那家咖啡店门口停好了车，她取下头盔，取下车钥匙，拿着手袋就要进店里。眼角余光捕捉到一道熟悉的身影，正是战月。战月也骑着电瓶车，电瓶车脚踏处放着他买的一些东西，是什么东西他没有看清楚，用红色的塑料袋装着，应该是装修要用到的吧。小雅，战月一副很意外的样子，靠近路边停好了电瓶车。他的电瓶车很新，还没有挂上白色的电动车牌，应该是今天才买的新车。新车上牌也需要一段时间。战月，你下班了？去买东西？曾小雅笑着回应他，心里想着，不是说那些大总裁都很忙的吗？总是早出晚归，应酬到深更半夜才能下班回家。怎么战月看起来比他还轻松，还早下班？这些疑问他并没有问出口。我下午5点半就下班了。唐师傅下午打电话给我，叫我买点东西。他明天要用的，我吃过了饭便出来买东西。平时跑来跑去，总开着车子不是很方便，所以我买了新的电瓶车。有辆电瓶车在市区里跑，方便很多。你这辆电瓶车多少钱？曾小雅看了2眼她新买的电瓶车，问道：3800，挺贵的呢。有2000多的，我又觉得不好骑。曾小雅笑道：3800在你的眼里算什么呀？你平时开的车都得好几百万，没有好几百万就几十万的车。我不会开太贵的车，低调点。小雅，你来这里喝咖啡吗？都晚上了，你还喝咖啡会不会影响你的睡眠？战月看了一下咖啡店，又问曾小雅，这里的咖啡怎么样？好喝吗？曾小雅说道，我平时一般都是自己泡茶喝，偶尔才会喝咖啡，实在品不出咖啡与咖啡有什么不一样，好不好喝。在他嘴里，他觉得咖啡就是那个味道，他还是更习惯喝自己泡的茶，有时候也泡杯花茶喝。这个点了，我不会喝咖啡，里面也有果汁，我要杯果汁就行。约了林学长在这里，他说想和我好好的谈一谈。战月在心里腹诽，跟林医生有什么好谈的？谈无数次，小雅都不爱林医生。林医生识趣的，最好就主动放弃对小雅的感情。林医生在曾家人面前刷了那么久的存在感，他主动放下小雅的感情，不至于闹得太难看，两家人还能保持着来往。林医生依旧能和曾二叔保持着医术上的交流，他也就是心里腹诽几句，面上不显，维持着他温文儒雅的好形象。战家的9位少爷，除了大少爷战印属于冷漠严肃之人，娶妻之后，他在家人面前变得温和了很多，特别是在爱妻海彤面前，早就不复当初。其他8位少爷相对来说都要温和很多。林医生呢？还没有过来。他很快就到了。战月，你先忙，我进去找个偏一点的位置。战月很想跟着进去，理智又告诉他不宜造次，便说道：好，我先忙。他骑着电瓶车走了。等他走后，曾小雅才走进咖啡厅。他刚选好了位置，林健就到了。林健走进来，看到了坐在角落的曾小雅，他走向曾小雅，说道：小雅，你骑电动车比我开车还快，我骑电动车方便，又比你先行一步，不就比你先到？你开车遇着堵车就没有我电动车快了。服务员走过来问2个人要喝什么，林健要了一杯咖啡，曾小雅不要咖啡，只要了一杯果汁。林学长，已经晚上了，你还喝咖啡，会不会影响睡眠？我对咖啡挺敏感的，喝半杯就能一整天不睡，喝茶可能喝习惯了，反而没那么大的影响。我还好吧，昨晚睡得太久了。林健看着曾小雅，似是想了好一会儿，才试探地问：昨晚和月华照顾我的事，你都知道？曾小雅便知道他约他谈一谈，是想试探一下何月华是否真和他做了什么。
何月华真的借此逼他负责任吗？那样的话，他们就算真结婚了，两个人的婚姻也不会幸福的。不过这是何月华选择的。曾小雅提醒过他，他还要那样做，后果就自己承担了。他默了默后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何小姐昨晚打过电话给我，今天也联系了我，她照顾你一个晚上，也辛苦了，你可得好好谢谢她。你以后不要再去卖醉，林学长，你是个很优秀的人，比同龄人要好很多的，不要因为我而自暴自弃的。我对你只有学长学妹的校友情，咱们认识那么多年，你对我一直都不错。若是我会爱上你，早就爱上了，也不用等到现在。何月华对你那么好，等了你那么多年，哪怕你在追求我，他还是默默地关心你。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考虑和他试试看的。”林健不说话，半晌，他轻轻地说道：“我知道他对我好，可是小雅，你真的不喜欢我吗？是不是因为姓战的那个人？他比我长得好看，瞧着倒像是个富家公子，实际上就是个啃兄嫂的没用之人。你别被他的外表骗了，这种男人就是个花花公子。他长得那么好看，在外面肯定也招惹了不少的烂桃花。你和他在一起不会幸福的。像你初恋男友，我不希望你再受一次情伤。我对你绝对真心，放心，只要咱们在一起了，我老家的那些亲戚，我会与他们保持着边界感的，尽量不让他们来打扰你。”曾小雅说道：“林学长，我们的事与战月无关，战月如何，你也不要妄下定论，并不是你的老家亲戚让我打退堂鼓。若我真的爱你，哪怕你有不少那样的亲戚，我也毫不畏惧，主要还是我不爱你。我只把你当学长来看待，也真的与战月无关。我和战月也不是你想象中那样，不过是上下楼邻居的关系。我给他介绍了装修师傅，偶尔他向我请教去哪里买更好的材料，就这样而已，硬要说有关系，就是邻居关系，是普通朋友的关系。”林医生呵呵地笑：“小雅，我是男人，男人懂男人。战月看你的眼神不对劲，他肯定是打你的主意。他在你楼上买了房子，怀疑都是为了和你做楼上楼下的邻居，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就是万盛花园的房子不便宜，战月却轻轻松松就买了一套房子，听说还是全款，而且是大平层。不知道是战月自己的钱，还是他跟他兄嫂要的。他那个堂嫂可是拥有万盛街一条街的商铺呢，每个月收到的租金都够在万盛花园买下一套房。林学长，你想多了，战月真不是你说的那样。林学长，我们的事不要扯到其他人，我跟你说的都是真心话，希望林学长好好想一想。我二叔是林学长为学生的了，我不希望因为感情的事，导致你不敢再和我二叔讨论医学上的问题。撇开林学长对他的感情不谈，他在求学这方面的态度，曾小雅是很欣赏的。林医生动动嘴皮子想说什么，最后却什么都没有说。服务员送来了2个人要的咖啡和果汁，他才问曾小雅要不要点几样点心吃。不用，晚上吃甜食容易长胖，需要在跑步机上跑很长时间。晚上他没有时间出去跑步，人流量大，晚上也不适合跑步。他若是有时间锻炼身体，就是在家里的小健身房的跑步机上跑一会儿。林学长，你真的可以考虑考虑何月华的。当无法两情相悦时，就选择爱自己的那个人，因为他爱你，才会全心全意对你好，在乎你，关心你。而我不爱你，勉强在一起的话，我不会关心你，不会在乎你，不会对你好，对你会很冷漠。那样的婚姻，想必不是你想要的吧？况且我也不可能嫁一个自己不爱的人，我宁愿单身，也不会勉强自己，不将就。林医生的脸色变得有点苍白，曾小雅一次次的拒绝，就像一把刀，狠狠地往他的心房捅，捅得他痛苦不已，却又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。他
他不爱他就是不爱他，不管他做什么，他都看不到，不会感动。小雅，你让我好好想一想。林医生苦涩地道，他心里乱得很，不想和曾家反目，也不想轻易就放下，更不愿意勉强地接受何月华。用何月华的话说，他就是太执着才会痛苦。曾小雅端起了他要的那杯果汁，喝了半杯，便放下了杯子，然后拿起了装着手机的手袋，跟着起身对林健说道：林学长，我言尽于此，你好好想一想。我先回家，平时早就到家了，现在还没有回去，怕我二叔二婶担心。好，我送你。不必，同一条街道那么近，走路都用不了3分钟。林学长也早点回去休息，若是对何小姐做了什么事，该负责的还是要负责的。林学长一向是个有责任心的男人。说完后，曾小雅转身走了，她去结账，这次她请了。林健想阻止，曾小雅已经结了账，他只得放弃，坐回原位，慢慢品尝他点的那杯咖啡。他没有加糖，咖啡显得苦涩，一如他此刻的心情。曾小雅临走前说的那些话告诉了他，昨晚他和何月华做的事，小雅是猜到了，也有可能通过何月华的嘴知道了些许。他碰了何月华，虽说没有突破最后那道防线，可是他对人家又抱又亲又摸的，占尽了人家的便宜。小雅对感情有洁癖，他碰过其他女人，他是绝对不会再接受她的。他干嘛要喝酒呀？不喝酒，他就不会错把月华当成小雅。林健后悔莫及。曾小雅骑着电瓶车回家，曾家诊所的大门关上了大半，只留着中间的2扇门没有关上，里面有灯光透出来，二叔应该还在1楼吧。门口还停着一辆新的电瓶车，他瞧着眼熟，好像是战月刚才骑的那辆。果然，他听到了里面传来战月的声音，他不知道在说什么，逗得他的二叔二婶都在笑，很是欢乐的样子。曾小雅没有推电瓶车进屋，平时他的电瓶车就锁在诊所门口，门口装有监控，一般也不会有人来偷他的车。锁上了大锁后，他晃着手带进去就问：你们在聊什么？聊得那么开心？我在外面就听到了你们的笑声。战月在讲一个笑话，把我们笑疯了，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。二婶笑着回答，还抬手擦了擦眼角，好像真的笑出了眼泪似的。什么笑话？说给我听听，让我也乐一乐。曾小雅走过去，在二叔的茶桌前坐下。二叔问他要喝茶吗？他摇头，不喝了。哪天有空了再让战月说给你听。听战月说在街上遇到你，你早就下班回来了呀？二婶问着侄女。8点下班后就回来了，跟林学长有约，就没有马上回家。听他这样说，二叔二婶相视一眼后，二婶敛起了笑容，关心地问：小雅，你和你林学长决定试一试吗？二婶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只把他当学长，当哥哥看待，没有男女之情。他说想当面和我谈谈，便谈谈了。该说的不该说的，我都和他说了无数次，也不知道这一次他是否听进去。曾小雅叹口气，我是真的不想伤害林学长的。二婶说道，我们知道你是不想伤害他，不过你一天还单身，他都不会死心，都会继续追求你的。他可能觉得对你的追求时间还不长，所以你不接受他坚持下去，说不定你就会答应他了。小雅呀，你是该重新开始谈场恋爱了，年纪也不小了，我们这一代人，在你这个年纪时，孩子都生了2个，哪像你们快30岁的人了，还单身狗一枚。曾小雅笑道，时代在进步吗？哪能拿一代人的想法按在代人的头上？我也不是不想重新恋爱，不是还没有遇到合适的吗？临时临急叫我去哪里找个男朋友好让林学长死心，又不是买菜去菜市场就能买到。